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z。今年的米其林发表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往的餐盘推荐不见了，改为入选餐厅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入选餐厅和餐盘推荐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其实啊，米其林过去被一些人诟病的一点是餐盘推荐的定义不清楚，和必比登的区别，除了价格的限制，就是必比登是3道菜新台币1000元以下以外，差异是很模糊的。以前很多人把餐盘推荐视为摘星候补，包括我自己，因为的确有不少没有摘星的fine dining餐厅落入这个范围，但也有不少餐盘餐厅后续升星了，例如牡丹天妇罗、A Cut 都是这样的例子。而就餐厅价格来说，餐盘餐厅也普遍比必比登里的小吃或家常菜价格高，所以一般人会有餐盘餐厅比必比登高级的印象。但是今年的必比登发表却让我注意到一件事：台北的姬家庄长春店从去年的餐盘变成今年的必比登，米其林官方新闻稿是用晋升来形容。等一下，原来必比登在米其林的评比分类里面是比餐盘高一级的，这也才提醒了我，餐盘推荐原本只是入选的概念，星星、必比登、绿星才是米其林定义的评比等级里面进一步的肯定。米其林正式把餐盘推荐改为入选餐厅，我认为定义更清楚。今年颁奖典礼后，官方新闻稿里面更有一份 Q&A 的附件，把入选餐厅解释得很明白。他说，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代表该餐厅已达到我们评审员的标准，并已入选在指南里，但可能不符合授予星级或必比登推荐的标准。但这并不代表该餐厅将来不会成为星级餐厅或必比登推荐餐厅。有时候，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成为星级或必比登推荐。这个评比是取代先前的餐盘推荐，所以从这段文字就可以看出来，星级必比登跟入选餐厅的位阶是星星、必比登、绿星高于入选餐厅的。而这跟餐厅贵不贵、高不高级没有关系，而是米其林自己定义的奖项分级。所以今年有媒体报道说，姬家庄从餐盘被降级为必比登，这是错误的。某些拿到必比登的餐厅也不要觉得不开心哦，必比登相对于入选餐厅才是正式的肯定。而我认为餐盘推荐改为入选餐厅，应该是为了与每月即时新增名单做更好的整合。米其林从今年4月开始引入台北、台中这个新制度，我们先前有介绍过了，就是在每年年度的发表会之前，每个月先公布新入选的餐厅名单，而不只是每年一次公布完整的指南。那米其林指南网站上面，餐厅的页面上有新入选这个分类，新入选的餐厅上也会被标示为新入选。在台北和台中，新入选餐厅会在每个月的第2个星期3发表在米其林指南的网站跟 APP 上面，而台南跟高雄也会从9月开始公布。你可能想问，新入选餐厅是不是保证一定会包含在年度的米其林指南里面呢？米其林官方的回答是，视情况而定。一般来说，每月即时新增的所有餐厅都将包含在下一年度的米其林指南里。然而，餐厅可能因为关闭或者不符合评审员的标准，最终没有被列入指南之中，这点也要注意哦。那还有一种星星，大家可能不太认识，就是米其林绿星了。大家不要觉得绿星比1星、2星、3星还不重要哦，绿星也是米其林针对餐厅的独立肯定哦。米其林绿星表扬什么样的餐厅呢？它表扬致力于永续的餐厅，这些餐厅对于自己的道德和环境标准负责，并且和实践永续概念的生产商以及供应商合作，避免浪费，减少甚至消除供应链中的塑胶以及其他不可回收的材料。那评审员会考虑以下因素，包括成分的来源、使用季节性产品、餐厅的环境足迹、厨余系统、一般废弃物处理和回收、资源管理以及餐厅对于永续发展的沟通。那今年台北新增了2间绿星餐厅，一间是小小素食，另一间是 Ambers。而我看到 Ambers 的 West 主厨走进会场的时候啊，我真的超级惊喜的，真没想到会看到他。那我一直很欣赏他对于台湾味的诠释。Ambers 餐厅里面，他使用了废弃的木材作为装潢的原料，而有90%食材都是来自于台湾本地，包括稀有的原生农产品。那也使用林木作业气质的树叶来萃取它的香气，应用在料理里面。Ambers 从入选餐厅晋升为绿星餐厅，真的实至名归。
另外，大家可能也不太清楚米其林指南奖是什么。那原来米其林指南奖就是服务大奖、年轻主厨大奖还有侍酒师大奖3个的合称，而侍酒师大奖是今年新增的项目。米其林指南奖是在2017年首次于英国与爱尔兰指南中推出，旨在表扬个人杰出表现，肯定那些在厨房里或餐厅外场第一线服务的人员，他们杰出的才华和专业的技巧。今年3个个人奖项的得主分别是侍酒师大奖，由台北雅都丽致大饭店、巴黎厅1930与高山英记的这位侍酒师林允顺获得，而巴黎厅今年同时首度摘下1星，双喜临门。服务大奖则是由台中盐之华法式餐厅的外场经理于佩玲 Pauline 获得。那他拥有品酒师跟品油师的双重身份，专业能力获得肯定。那他上台领奖的时候，情绪很激动，说领这个奖是代表所有专业、坚持并且辛苦的每一位餐饮服务人员，令人感动。而年轻主厨大奖是由 T+T 的双主厨古俊基以及蔡元善拿下。那蔡元善主厨因为身体不适而没有到场领奖哦，就由古俊基主厨上台。那他上台的时候表情非常惊讶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得这个奖。会后我访问他，他甚至说比得1星还开心哎。那 T+T 今年也蝉联1星，再次恭喜。那大家对于米其林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想听我讲解有关米其林的什么呢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最后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